如果要问宋庆龄一辈子最恨的人是谁，我的判断这个人一定是蒋介石。你看，蒋介石要娶宋美龄，全天下最反对的就是宋庆龄。他说，我宁可看着我的妹妹去死，也不愿意看着她嫁给蒋介石。你要知道，当年宋庆龄要死要活嫁给孙中山时，全家人都反对，只有宋美龄理解这个姐姐，支持这个姐姐。而轮到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了，宋庆龄却不是投桃报李，而是成为宋家唯一死磕到底的人。要不是恨蒋介石恨到了咬牙切齿，会有这样的反应吗？那么宋庆龄为什么要如此的恨蒋介石呢？这是我们需要破解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谜题。大家好，我是东渡客。宋庆龄恨蒋介石，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对蒋个人品行的极度厌恶，但往深了挖，这是法统与信仰的死结。这个仇恨的爆发点就是1927年的4·12清党。在蒋介石看来，清党是为了防止国民党被共产党吞噬，是生存的问题。但在宋庆龄眼里，这不仅是背叛，这相当于在挖孙中山的祖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宋庆龄的政治词典里，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就是孙中山的命根子，甚至是比三民主义更神圣的绝对真理。他固执地认为，只有联俄联共才是真革命，谁反共谁就是背叛孙中山。更深层的心理是，宋庆龄坚信自己，而且只有自己才是孙中山理念的真正继承人。所以当蒋介石发动清党时，宋庆龄的反应相当激烈，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挺机关枪，在随后的几年里向蒋介石发射了一连串的政治讨伐。我们可以来列数宋庆龄的这些做法。清党一发生，他马上与国民党左派以及一批中共党人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主之毛贼。流亡莫斯科之后，他联合激进左派陈友仁等人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公开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定性为背叛总理的罪人。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他不得不应蒋介石之邀回国参加，但在回国前夕特意发表声明，宣称绝不跟国民党合作，绝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大典结束后仅仅2个月，他在上海致电国际反帝大联盟，谴责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指责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在背叛国民革命后，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之后，他再度离开中国到欧洲，用这种决绝的态度表明他跟蒋介石势不两立。这一连串的组合拳背后只有一种逻辑支撑，至于我宋庆龄代表正统。他坚信只有他孙中山的枕边人，遗嘱的见证者，才是总理遗教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蒋介石你手握重兵又如何，那是篡位者。我宋庆龄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我拥有孙中山的灵魂解释权。只要你是一个不受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束缚的人，你就能认识到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分裂的。一个是早期的建国大纲，主张军政、训政、宪政，虽然充满了专制色彩，但毕竟终点还是宪政。另一个是孙晚年为了获得苏俄军援而搞的联俄容共，认为只有以苏俄为师才是中国的出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国民党元老来说，联俄是手段，当他们意识到联俄的后果后，采取断然措施是必然的。但对于宋庆龄来说，联俄成了孙中山精神的终极升华。这种只有我才掌握了总理遗教解释权的道德优越感，成为了他日后一切激进行为的原点。但是光有执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给他递刀子，给他洗脑。
这就必须提到他的精神教父鲍罗廷。鲍罗廷是苏联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在上海孙中山故居里，至今保留着一张1925年鲍罗廷夫妇送给宋庆龄的合影，合影上写着“终身友谊，不离不弃”。为什么一个苏联人能对国母产生如此巨大的控制力？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同频。宋庆龄是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毕业的，思维高度西化，而鲍罗廷虽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但曾在美国流亡12年，说一口带有美国中西部口音的流利英语。这种英语圈的私密感让宋庆龄对他产生了极强的心理依赖。鲍罗廷的夫人通过夫人外交与宋庆龄成了闺蜜。根据苏共解密档案，宋庆龄有7封写给鲍罗廷的信留存了下来。这些信反映了他在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枢纽作用，也反映了鲍罗廷夫人的润滑剂作用。在其中一封信中，宋庆龄这样对鲍罗廷说：“我和您的夫人鲍罗廷娜在上海的会面是非常愉快的，期望夫人能很快陪同您来南方。”这位苏俄女性潜移默化地将苏式革命观包装成妇女解放和人类进步的理想，灌输给了宋庆龄。孙中山临终前那句要失事报顾稳，更是成了宋庆龄后半生的最高指令。在他的逻辑里，听鲍罗廷的话就是听孙中山的话。有了心理基础和精神教父，还需要一个历史契机把他推向莫斯科。蒋介石的清党和汪精卫的分共就共同构成了这个契机。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纯洁性，他做出了一个断然决定：朝圣莫斯科。在这次朝圣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推手陈友仁。很多人可能对陈友仁这个名字很陌生，他出生在特立尼达，是个连中文都不会说，只能说英语的华侨律师。辛亥革命爆发后，身在伦敦的他被一种血缘关系所牵引，决定回到父辈的母国投身革命。他有一支犀利的英文笔杆子，被孙中山相中，成为孙的英文秘书。孙中山死后，汪精卫组建广州革命政府，陈友仁在较长时间里担任外交部长。在此期间，与鲍罗廷结下深厚关系，成为坚定的左派。国共分裂后，他与宋庆龄一道从上海经水路转到海参崴去往莫斯科。陈友仁和宋庆龄一样，是国民党内英语思维的异类，他们用英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激进信息茧房。他那种拥抱苏式暴力革命的极端思想，极大地满足了宋庆龄对革命彻底性的渴望。由于陈友仁是一个官夫，而宋庆龄是一个遗孀，在莫斯科期间一度传出他们俩要结合私奔的消息。根据苏联绝密档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他。斯大林看中的不是他的政治才华，而是那个孙中山夫人的头衔，这就是他的剩余价值。苏共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曾起草了一份绝密文件，详细探讨了一个系统性计划，即如何对宋庆龄洗脑，利用宋瓦解国民党领导层，将国民党左派分离出来，以及如何确保利用反帝联盟这种组织合法的掩盖共产党人的活动。从1927年到1931年，也就是在莫斯科和旅居柏林期间，宋庆龄完成了身份的根本性蜕变。他带着国母光环出国，却在莫斯科被卸载了三民主义的系统，安装了一枚来自苏俄的共产主义芯片。这枚芯片的共产成色有多深？共产国际高级情报员与宋庆龄保持终身通信关系的陈汉生口述证实，宋庆龄在欧洲流亡期间，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了一名特别党员。也就是说，他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这不仅仅是个人身份的变化，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的投名状。1931年，宋庆龄以奔母丧的名义回国，表面上他心灰意冷，但一回来就投入到了一场特工营救行动，营救对象是刘兰夫妇。刘兰夫妇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掌握着中共及东亚、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经费通道和联络密码。
因顾顺章叛变中共，刘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莫斯科下达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早在回国前夕，宋庆龄就联合爱因斯坦、高尔基、史莫特莱等国际名人，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研究刘兰委员会。回国奔母丧期间，他又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任主席造势。根据1931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宋庆龄亲自找上门，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诱人的交换条件，用逗留在苏联多年，实际上已成为人质的蒋介石长子蒋经国来交换刘兰夫妇。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昭明，而强于释放，又以金国交还相诱，于宁使金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于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是无填此身，则吉矣。请大家细品，如果宋庆龄只是普通的人权卫士，他怎么有权调动在苏联的蒋经国做筹码？他怎么会为了2个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苏联间谍，想到拿蒋介石的骨肉亲情做交易？这完全超出了人权范畴，而是领受了一场特殊指令在执行任务。虽然刘兰夫妇并没有被释放，但宋庆龄的权力活动还是起了作用。这对夫妇从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们终究得以释放。宋庆龄事无巨细，资助了他们在中国的2年生活费之后，于1939年回到苏联。通过刘兰案，宋庆龄的底色也被看得很清楚。他可能依然认为自己是在继承孙中山遗志，殊不知已异化为斯大林的工具，或者说共产国际的间谍。但这只是开始。当这位拿着共产国际特别党员证的国母在上海莫里埃路那栋不可侵犯的洋房里安顿下来时，一个让戴笠都束手无策、让国民政府防不胜防的超级地下网络正在悄然展开。上海法租界莫里埃路29号，这是一栋优雅的欧式洋房，门前常年停泊着黑色的轿车，周围布满了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在国民党的眼里，这里是国父孙中山的故居，是不可侵犯的圣地，但在特务们的监视名单上，这里是最大的嫌疑目标。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发生了一件件让戴笠抓狂的怪事。中共的绝密情报在这里中转，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在这里藏身，甚至连共产国际发给延安的巨额经费也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这栋房子就像是国民党心脏上的一块飞地，为什么特务们看得到却抓不到？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拥有一张供在神坛上让国民党必须顶礼膜拜的国母面孔。关于宋庆龄的真实身份，至今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共产党也从来不再避讳这一点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陈汉生，我们再来看廖承志的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秘密来到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家里，把何的儿子廖承志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平退左右，然后他说了一句像特工接头暗语一样的话：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问：最高方面是谁？宋庆龄只回答了2个字：国际。紧接着他熟练地从皮包里掏出一根香烟，把烟丝倒出来，让廖承志把上海地下党叛徒的名单写在薄纸条上，卷进香烟里带走。这个细节说明了2点：第一，他受过专业的地下工作训练；第二，他拥有通天的特权，他不归上海地下党管，也不归中共临时中央管，他是莫斯科直接安插在中国棋盘上的钦差大臣。这是这种超然地位，让他敢于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为共产党办事。他办的事绝不仅仅是救几个共产党人的事，更重要的是在下一盘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大棋。这盘棋的棋眼就在西安，在
张学良身上。1936年，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以剿匪代总司令的名义进剿红军的张学良，却萌生了想要通共的嫌疑。他在上海到处寻找线人。这个时候，宋庆龄出手了，他打出了2张极其重要的牌，让张学良能够通过这2张牌，将通共意图清晰地传递给中共高层。第一张牌是信使董建吾。董建吾表面上是牧师，实际上是中共特科的传奇特工。为了让他见到张学良，宋庆龄利用自己是宋子文姐姐的身份，给董建吾弄到了一个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头衔。一个共产党特工拿着国民党财政部的委任状，通过张学良大摇大摆穿过封锁线送信给红军，这就是国母招牌的威力。第二张牌是参谋刘鼎。张学良想通共，缺个懂中共政策的军师。宋庆龄通过中间人向张学良推荐了刘鼎。刘鼎是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的专家，他来到张学良身边后，迅速取得信任，住进张公馆，每天给张灌输反蒋抗日的好处。张学良的思想动态随时被刘鼎传递给中共，包括张提出申请想加入中共，也是刘鼎传递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刘鼎第一时间向中共报告事变消息，为中共迅速应对提供了依据。不要小看宋庆龄的作用，没有宋庆龄的布局，中共跟张学良的沟通将会变得漫长。西安事变是否会爆发，中共从西安事变中是否会受益，也会打个折扣。为了支持红军，宋庆龄不仅暗中布局，更是不惜毁家纾难。讲起这个故事来也是非常有趣。1936年那一年，中共虽然最终收获颇丰，但在西安事变前，他们是穷得连底裤都快没得穿了。苏联的外援迟迟到不了，像张学良已经多次借钱借粮借枪弹，却还是无法填补巨大缺口。那一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开口要借5万美元。他预计宋庆龄拿不出这么多钱，要宋庆龄想办法从宋子文那里借。5万美元，这在当时的确是天文数字。但宋庆龄考虑到利害关系，他不想向他的弟弟开口。可是他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他拿出了孙中山留下的抚恤金支票，最后把莫里埃路寓所的房契拿到银行里去典当，才凑齐了这笔钱，然后交由中共线人潘汉年带到延安。但是他在这片赤诚换来的是什么呢？根据《世纪》杂志2008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解读宋庆龄的一封密函披露，这笔钱送到延安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宋子文去西安谈判营救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周恩来为了向宋子文示好，为了统战这位国民党的财神爷，竟然把这件事情抖了出来。他说：感谢你借钱给我们，你姐姐前不久把你的那5万美元给到了我们。宋子文当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明白来龙去脉。回到上海后，他质问宋庆龄：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大家可以想象宋庆龄当时的惊恐与愤怒。他不好向毛泽东点名，这是他的私房钱加典当的钱。这一暴露等于让宋子文知道了他的秘密身份，但也好在是宋子文，因为毕竟是亲弟弟，会为他保守秘密。要是其他什么人，会是什么后果呢？为此，他愤怒地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告状：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这件事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在中共高层眼里，即使在看起来还算稳当的周恩来眼里，宋庆龄的安危远没有统战利益重要，他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棋子。回顾1930年代，蒋介石和戴笠难道不知道宋庆龄在干什么吗？他们当然知道，特务记录了每一个进出莫里埃路的人，但是知道又能怎样？这就是宋庆龄最可怕的地方。
他拥有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护身符孙中山遗孀。在那个讲究法统的年代，动他就是动国民党的根基。蒋介石可以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但他不敢动宋庆龄一根指头。蒋介石不敢动宋庆龄一根指头，宋庆龄却敢利用这种不对称的特权，动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如果说情报和资金是地下的暗流，那么国际舆论场上的博弈就是宋庆龄发起的滔天巨浪。偏居西北的中共要想在短时间内逆转乾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二是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宋庆龄的手里有一张极具杀伤力的王牌，一张由西方左派精英组成的巨大代理人网络。他非常清楚，要改变西方的看法，靠中共自己的宣传是不够的，必须借西方人的嘴说中共想说的话。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国际社交圈，建立了一条通往延安的国际人才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排在第一位的产品就是爱德加·斯诺。1936年之前，斯诺只是一个渴望搞个大新闻的普通美国记者。是谁给了他进入红色区域的钥匙呢？是宋庆龄。1936年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召见斯诺，他看中了后者的美国护照和野心，不仅亲自审定路线，更关键的是，他交给他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安排已经熟悉路线的董建吾护送。这封信就是斯诺叩开延安大门的通关文牒。斯诺在红区待了4个月，写出了改变历史的《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在西方的杀伤力是核弹级的。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共是赤匪。此书之后，中共被重塑成了廉洁的农业改革者，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但这只是上半场，还有下半场。斯诺回到美国后，2次获得罗斯福总统接见，他极力游说美国支持延安，这直接在顶层设计上动摇了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共建政后，斯诺分别于1960、1964、1970年3次访华，宋庆龄始终是重要引路人。1960年访华时，正值中国饿殍遍野，他回去后写成大河彼岸，公开声称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1970年访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宴款待。这一次，斯诺还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充当中美破冰的信使。从1936年的介绍信到1970年的天安门城楼，宋庆龄是斯诺这个红色传声筒全生命周期的操盘者。在斯诺进入延安的同时，还有一个美国性病医生马海德，也是经宋庆龄甄别被送入陕北的，最终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在延安不仅仅是看病，更是深度参与新华社的英文广播和对外宣传稿件的润色。他太懂西方人想听什么了，他知道怎么把中共的土话翻译成西方听得懂的自由民主语言。1979年，垂暮之年的宋庆龄与马海德聚会，宋庆龄当众提出要与马海德喝一盅交杯酒。这本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提议，结果被现场的人用相机记录下来了。他们俩为什么要交杯呢？是因为他们曾经亲密无间的共同编织了那张巨大的国际宣传网吗？除了输送人，宋庆龄还建立了输送物的管道，这就是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盟。为了确立保盟的合法性，他拉来弟弟宋子文做会长，还邀请香港总督夫人、英国驻华大使担任名誉职务，这就给保盟披上了一层耀眼的、无可置疑的中立慈善外衣。保盟宣传部长爱泼斯坦晚年坦言，保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在本质上就是为共产党服务的。保盟筹集了上百万美元和海量的物资，按理应由红十字会调配，但宋庆龄制定铁律，所有募集专门援助被封锁的游击区。什么是被封锁的游击区？
就是中共统治区。这些物资是怎么运进去的？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在宋庆龄的掩护下，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物资抵港后，经越南海防、广西，绕过国军封锁线，直达沿岸。国军哨卡不敢拦国母的车，拦了就是破坏抗战。曾经有国民党将领向保盟申请战地急救包，理由是前线伤亡惨重。宋庆龄以专款专用为由，一概回绝。哪怕是一瓶盘尼西林，他也要确保那几毫克药水打进八路军的血管，而不是国军的身体。保盟输送的是物资，宋庆龄利用保盟编织的高层关系网，还输送了更重要的东西——美军对中共的战略认可。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必须细讲。在重庆期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与蒋介石势同水火，却对宋庆龄有着近乎崇拜的信任。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宋家唯一的男人。”宋庆龄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私交。史迪威的女儿艾丽森被宋庆龄发展到保盟做义工，经常去宋庆龄的寓所帮忙打包那些运往游击区的物资。通过史迪威家族，宋庆龄上演了一出暗度陈仓的好戏。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延安实施封锁，但是宋庆龄却成功说服史迪威，利用美军的军用飞机为延安运送了一台大型 X 光机和数吨急救药品。蒋介石的军队在地面设卡，而宋庆龄却让物资钻进美国人的飞机，从天而降。正是通过这种高层的私人渗透，宋庆龄成为了美军认识延安的导航塔。他不断向史迪威及其顾问谢维斯等人灌输延安才是抗日希望，国民党腐败无能，从侧面促成了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不只是一次军事访问，这是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风向标。宋庆龄乐意看到美国官方的手放在了中共的手心里，中共的手心里握着美方的手，心里却充满了宋庆龄频频传递过来的暖意。宋庆龄能抓住任何机会打击他的妹夫领导的国民党，同时把共产党塑造成充满委屈的抗战力量。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委令转移，在安徽茂陵被国军围歼，新四军政委项英被他手下的副官杀死。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皖南事变。这里面其实有毛泽东故意借国军之手整肃政敌的布局，具体过程以后有机会再讲。消息传出，宋庆龄立刻火力全开，第一时间谴责蒋介石，并通过保盟向全球宣传和痛斥国军的行为。与此同时，斯诺、史莫特莱等受到中共青睐的左翼记者在美国撰文声援，形成立体化的舆论围剿。美国总统罗斯福随即派遣特使劳克林·科里飞抵重庆，当面质询蒋介石。苏联大使潘有新也配合施压。蒋介石在外交上极其被动，被迫做出以后再无剿共之军事的保证。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残酷的对比之中。让我们把时间仅仅倒推3个月，回到1940年10月，在苏北爆发了一场黄桥战役。陈毅指挥新四军在泰兴黄桥一带突袭并全歼了国民党抗日主力韩德勤部第89军，11000多名国军将士阵亡。这是一次比皖南事变严重的多的共军对国军的残杀。请大家记住一个名字：李守维。他是国军第89军军长，在突围途中落水殉国。他是抗战爆发以来继郝慕林之后第2位在战场上牺牲的国军军长。不同的是，第1位是死在日军的炮火下，而这一位是死在了友军的枪口下。面对这样一场针对抗日主力的血腥歼灭战，身在重庆的宋庆龄有出了谴责吗？又发表任何声明吗？先有黄桥的沉默，后有皖南的喧嚣，这种时间差与双重标准在国际舆论场成功植入了一个这样的逻辑：国民党打共产党是破坏抗战，共产党吃掉国民党是民主力量的发展。所有的舆论铺垫，所有的外交渗透，所有的物资输送，
最终在1946年汇聚成了一次决定性的战略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依托美元，试图在东北和华北恢复秩序。此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高涨，马歇尔调停陷入僵局。宋庆龄知道出手的时机到了。1946年7月22日，他在上海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他用流利的英文极其煽情地写道：美国并没有帮助中国人民，他们在推行一场甚至比过去日本所造成的还要残酷的内战。如果美国不撤军，不停止援助，就是在中国制造混乱和饥饿。这篇声明被《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头版转载。美国民众的逻辑很简单，连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都说美元是在杀人，那美国还有什么理由支持蒋介石？后果是灾难性的。仅仅不到1个月后，1946年8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对华实行军火禁运。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绞杀。在东北，苏联将关东军留下的数十万吨重型武器移交给林彪，顺便把一批训练有素的日军战俘也交给林彪。林彪的部队瞬间鸟枪换炮。在关内，因为宋庆龄的呼吁，国军的美械师切断了弹药来源，甚至到了无法防御的地步。宋庆龄的这支笔在关键时刻折断了国军的枪杆子。1949年8月28日，一辆专列驶入北平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自迎接。毛泽东甚至走上车厢去与贵客握手。这是宋庆龄政治礼遇的巅峰。1个月后的开国大典，他身穿深色旗袍，与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1排。他赢了，那个他痛恨的独裁者妹夫已逃往台湾。在新政权中，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在朱德、刘少奇之后，位居第3。彼时他是否在想，他正在亲手埋葬由她的丈夫建立的中华民国？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否还在心里认定他才是孙中山理念的唯一解释人？稍懂政治的人都能一眼看穿，他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政治神龛。他没有实权，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以孙中山夫人这5个字出了显摆。他成为全中国最昂贵的花瓶。进入1950年代，宋庆龄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他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主动迎合甚至是真诚歌颂的一面。在土改和政法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地主和反革命被枪决。面对这种血雨腥风，这位曾经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孙夫人并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为新政权的暴力手段背书。他写道，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对旧制度的必要清洗。在给外国友人的信中，他也不止一次地赞美中国人站起来了，不仅解决了纪律问题，还控制了通货膨胀。此时的他确实认为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新世界，他愿意用自己的声望为这个体制涂脂抹粉。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真诚开始变味，被迫的表演越来越多。有一张拍摄于1958年的照片，让人感到某种超现实的荒诞。在宋庆龄寓所的后院里搭起了一座小土高炉，宋庆龄不再穿着她标志性的优雅旗袍，而是换上了一身工装服，用长钳加了一块刚炼出来的铁，让那些青年人抡起铁锤，在烧红的铁块上进行捶打。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从小接受西方贵族教育，弹着钢琴，讲着流利英语的国母，此时却在自家后院里像模像样地搞着这种反科学的土法炼钢。他真的相信这些废铁能炼出钢来吗？以他的智商和阅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荒谬的，但他必须做。这不仅仅是表演，这是政治表态。在那一时期，他写下了永远和党在一起等文章，公开歌颂大跃进。他试图告诉这个体制，我不是旧时代的遗老，我是跟得上形势的革命者。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大跃进导致了随后的大饥荒。当全国饿殍遍野时，作为副主席的宋庆龄虽然也提倡节约，但他依然享有从上海空运大闸蟹和食材的特权。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把情感寄托在了一群鸽子身上。他在寓所里养了上百只鸽子，当人们在饿死的时候，他喂养的鸽子依然体态丰满。这或许是他潜意识里对残酷现实的一种逃避吧。如果说大跃进时期的表演还带着一丝自我麻醉，那么1966年爆发的文革则是对他精神世界的摧残。江青公开称她是资产阶级老太婆，红卫兵勒令她剪掉那梳了几十年的发髻，不准穿旗袍，要改穿中山装，甚至逼她上交了孙中山当年送给她的那把德国驳壳枪。但这还不是最痛的，最痛的一刀是1966年8月，上海的红卫兵冲进万国公墓，砸烂了宋庆龄父母的墓碑，还扒开了坟墓，将尸骨挖出来暴晒。当现场照片被秘密送到北京，摆在宋庆龄的眼前时，这位从始至终生活在社会顶层的女人彻底崩溃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她看着照片痛哭失声，手抖得拿不住茶杯。虽然周恩来后来下令修复了墓地，但原碑已碎，尸骨受辱的事实已无法改变。这种被自己亲手扶持的政权挖了祖坟的剧痛，恐怕是他独有的感受吧。时间来到1981年5月，宋庆龄生命的最后时刻，围绕着他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演了一出耐人寻味的政治罗生门。根据多位亲历者的回忆，以及中共党内元老彭真等人的侧面证实，早在1957年，宋庆龄确实曾主动提出过入党，但被毛泽东和刘少奇婉拒了。他们的理由是，你在党外对我们的统战工作更有利。这就是说，当他想入的时候，党不要他入，因为作为孙夫人这块招牌更值钱。到了1981年，他即将离世，此时党突然需要他入党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死了。如果以非党员的身份去世，他依然是国民党的国母。只有把他吸纳进共产党，给他盖上共产党的党旗，才能彻底完成孙中山法统归于中共的最终闭环。有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在宋庆龄弥留之际，中共派出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去到病床前，王俯身问他：庆龄同志，党中央想问您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宋庆龄已经意识模糊，甚至无法清晰说话，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或者发出了一些含混的声音。有人说他说的是不勉强了，有人说他是答应了。无论真相如何，第二天中共中央火速宣布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紧接着又授予了他一个前无古人，恐怕后无来者的头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誉主席，这看似无限的哀荣，实则是一种政治绑架。在他活得好好的时候，他是花瓶；在他即将咽气的时候，他被叫住，手指一指，即现出了原形。宋庆龄还有一个愿望值得一提，他要求死后不与孙中山合葬，而要求把自己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的父母身边。正常来说，作为孙中山夫人，死后与丈夫合葬顺理成章，也是极尽哀荣的事。她为什么不愿意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宋庆龄谦虚，觉得自己不配打扰孙中山。但真正的潜台词恐怕是，他终于发现他根本不是孙中山遗教的解释人，他也没有这个资格。他可以否定蒋介石的解释，但他敢否定中共的解释吗？孙中山虽然确立了联俄容共，但他明确表示不会选择共产主义，更不可能允许有朝一日让中共推翻中华民国，并容忍他的妻子背叛他，成为一个中共党人。而事实上，你宋庆龄已经背叛了，还谈什么合葬
在一起呢？最后回到本期视频的题眼，我为什么要把宋庆龄称为是集权中国的隐形推手呢？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舆论的宣传里，她始终保持着美丽、端庄、充满母性的形象。她看起来那么柔弱，连说话都是吴侬软语。正是这种感官上的无害，构成了她最完美的隐形外衣。第二，她跟权力不沾边，手无缚鸡之力。看着男人们在那里厮杀，她不过拿起笔表达正义感而已。顶多你可以说她有点拉偏架的嫌疑。第三，她用孙中山的法统资源颠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她在国母光环的掩护下，为集权体制的夺权效劳。她用西方的自由话语体系为东方的集权体制背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悄无声息。在集权体制降临的过程中，他不是主角，他只能是一个配角。但相对于同样是配角的林彪的千军万马，他的作用能输于林彪吗？历史终将会这样定格，它是一个悲剧，因为她背叛了她的丈夫，背叛了她的家庭，她自作自受的被中共挖了祖坟。她是共产集权的一个工具，她一辈子都没有明白她追求的是什么，她稀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好了，我是东渡客，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请点击订阅，并请点个赞，分享给更多的平台和朋友，这样就能增加本频道在 YouTube 的权重。我还想请您看到评论区右上角的3个点，请您滑到第2个点，点进去给我送上热推加分。只要热推加分足够多，这个视频就会被更多人看到。再次谢谢您，咱们下期见。